GDP 一个敏感的话题，它是衡量经济的杠杆，也是一张最直观的成绩单。1月17号，中国最新 GDP 数据出炉，同比增长率高达 5.2%。然而，一片向好的经济局势下，却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惶恐风潮。这一切与美国息息相关，甚至有人疑问：中国的经济崛起要结束了吗？拨开层层迷雾，我们会发现事情还要复杂许多。最近，国家统计局给出了一组与 GDP 有关的数据，为2023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单看数字，成绩相当亮眼，126万亿是中国去年的 GDP 总额，在2022年的基础上实现了继续增长。可见，在全球经济下行的今天，中国经济拥有着独特的生命力，值得肯定。然而奇怪的是，数据公布后，国内却传来了许多唱衰经济的声音。归根结底这与美国有关。原来，在 GDP 的众多数据里，有一项与美国有关。当今世界，中美两个大国竞争激烈，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，都会格外关注对方的动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一项数据便极为关键，那就是中国 GDP 占美国 GDP 的比重。换言之，这就是中美 GDP 之间的差距，也是两国博弈成果最直观的体现。2021年，该数据曾引起过世界范围内的讨论。那一年，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，中国犹如一匹黑马，领跑全球，拿出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绩，缩小了与美国 GDP 的差距。当时，中国的 GDP 占美国 GDP 的70%左右，仿佛只差一股劲儿就能迎头赶上，超越美国。而中国的崛起也令美国犹未警觉。但是，今年这个数字仿佛又有一点回落。尽管美国 GDP 的权威数据仍未出炉，但是根据专业人士估算，美国2023年的 GDP 总量应当徘徊在27万亿美元左右。倘若将中国的 GDP 换算成美元，大约占美国总量的 65%， 相较于此前的 70%有了明显的下降。不仅如此，美国 GDP 的增长速度也相当可观，甚至有赶上中国的架势。而这一切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都是难以想象的。毕竟，从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就一直是经济发展领域的优等生。因此，有人悲观预言，中国经济崛起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，未来中国与美国的 GDP 差距只会不断扩大。那么，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？其实 GDP 数据背后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情况。咱们不妨先来说说美国的情况。首先，必须得明确一点，美国的 GDP 有一定的水分，中美的对比数据也存在着部分偏差。原因非常简单，中美之间的 GDP 对比往往是以美元为单位来进行核算的，因此将会受到美元汇率的影响。简而言之，相较于2021年，中国用同样的人民币只能换来更少的美元，在汇率转换的过程里产生损耗，这种损耗看似微不足道，最后累加起来便会作用在最终数据上。最重要的是，美元之所以会升值，并不是水到渠成的经济发展结果，而是受到了美联储所强加的外力。美联储持续加息，利用人为举措提高了美元的价值，既扩大了国内的 GDP 总量，又拉开了与中国的差距。因此，中美 GDP 的具体比值或许还需要进一步斟酌。但是，不可否认的是，过去1年，美国经济的确有了起色。另外，抛开汇率因素，中国与美国之间也存在着客观的差距。这种差距不能完全用强弱来概括，更无法说明美国经济的未来更加明朗。其实，这与中美经济不同的内在发展逻辑有关。拜登上台后，美国政府的思路便尤为清晰，那就是大开大合，强力刺激。这恰恰是因为拜登所面对的美国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强盛自信、充满生命力的美国。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，美国经济始终笼罩在层层阴霾之下。近年来，这种颓势愈发明显。美国原本准备强撑，利用种种手段粉饰太平，直到特朗普上台，以政府的名义不管不顾地喊出了“美国优先”的口号，众人这才恍然大悟，美国不行了。经济的衰落令美国不再有耐心扮演好好先生，比起充当虚无的民主灯塔，美国更热衷于拥抱利益。因此，美国政府决定下一剂猛药。在名义上，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进行了切割，甚至斥责了特朗普政府过度的保护主义。可实际上，拜登政府也并未放弃美国优先的基本方略，只是想方设法给它套上了一层外壳，变得更为隐蔽。拜登要用最极端的刺激手段，在短时间内提振美国经济，只有这样才能让颓废失落的美国人重燃希望。2022年，拜登政府将目光转向了印太地区，率先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区域合作框架，并将其命名为印太经济框架。从表面上，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国际合作，可实际上这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。
美国设立标准，为贸易创设壁垒，只有成为美国的小弟，才能享受贸易上的优惠。很明显，美国就是在针对中国，想要遏制中国发展，并不断扩大自身在亚洲的话语权。另外，近年来中美摩擦不断，贸易战与芯片战相继打响，拜登政府还试图在新能源问题上卡中国的脖子，这些举动毫无疑问充斥着浓郁的攻击性。于是，中国一面要发展自身，一面还要应对来自美国的主动攻击，可谓是压力巨大。在国内，拜登政府也致力于以加息为手段刺激国内经济，同时政府还喊出了让制造业重回美国的口号，加大投资力度，并通过政治威逼利诱，吸引外国的大企业在美国建厂，从而为美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。这一通大动作折腾下来，美国的经济水平自然在短期内迅猛增长，有了回春的态势。也是在这样的强力刺激下 ，GDP 才有了明显的上升。相较于美国，中国的经济发展手段要温和许多。在发展经济上，美国雷厉风行，中国却栩栩土之。说白了，这是因为两国处于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。美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，历经100年沉淀，已经处于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。美国所遇到的问题，归根结底是国内经济如同一潭死水，缺乏新的增长点。其实就是不能再吃老本了。因此，美国选择的处理方式是动用各种手段刺激市场，这是合乎逻辑的。但是，这种方法看似高效，实际上也隐藏着种种弊端，注定只是一时的。比如，2024年美联储势必会停下加息的脚步，失去了美联储加息的助力后，美国经济能否维持增长态势，还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。如此看来，美国的 GDP 增长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证明，而是挑战开始的讯号。而中国仍是一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。中国的改革历经了前40年的辉煌，用实打实的成绩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。改革总是有层次的，现如今中国的改革已经踏入了深水区。在初期，中国也曾大刀阔斧，但这种方式不适用于现在的中国。沉住气下一盘大棋是中国最好的选择。只要留意新闻，就能很明显地感受到，去年中国在多个方面发力，制定了长远的发展计划。或许中国的栩栩图之同样也有一定的副作用，可是与美国恰恰相反，中国的副作用是短期的，未来发展则是长期的。因此，中美 GDP 的差距增大，并非崛起的结束，而是另一个辉煌的开始。